先逆72级，王陵获得仙剑，成了众矢之的，准备回楚国见李牧完。上集说到，白衣女子向周易倾诉自己因痴情而生，希望来世能与他相伴。说完，他倒下，将最后一把仙剑的剑魂融入金龙眉心。周易从金龙眉心冲出，身体金光万丈，却满是悲哀。他想要抱住白衣女子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她与2把仙剑一同落下。而王陵目睹这一切，心中满是悲哀。周易与白衣女子的生死轮回，如一场宿命的轮回剧，演绎着生死的另一种寓意。王陵目睹这一切，心中有了前所未有的明悟。他体会到，生死并非简单的生与死，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。当年4派联盟被灭，那化神修士的壮烈曾让他心灵震动，如今他终于领悟到生死意境的真谛。周易的死催生了白衣女子的生，白衣女子的死又激发了周易的生。他们虽死，却以另一种形式活在人心中。这一刻，王陵明白了生死的真意，身上涌现出一种看破生死的意境，修为有了突破，化神中期不再遥远。意境的突破为他的修为增长打开了新的天地。大罗剑宗的剑尊灵天后企图夺取白衣女子身旁的仙剑，却被周易的愤怒所阻。周易化作剑影，带着毁灭一切的意志，与青山老者展开激烈对抗。老者受伤，无法全力施展，只得放弃仙剑，撕开虚空裂缝，带着麒麟兽逃回天运星。周易紧追不舍，大罗剑宗的一劫就此展开。当一切归于平静，众修士的目光都聚焦在即将落地的女尸和仙剑上。然而，女尸突然化作白光，连同仙剑飞向王陵。王陵一怔，用宝塔将女尸和仙剑收起。顿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转移到王陵身上，贪婪之色溢于言表。赤虎面色阴晴不定，最终苦涩一笑，退后几步，沉默不语。王陵脸色阴沉地收起宝塔，没想到女尸和仙剑会飞到自己这儿。这下他成了众人的攻击目标。一个黑衣老者走上前，阴沉地说道：“道友，给我一把仙剑，我混元宗8人保你平安。”他身后7人跟上，目光贪婪，脚步不停往前走。王陵深吸一口气，四周扫视，周围100来个修士，修为都是化神期，他根本抵挡不住。这时，一个蓝衫中年男子走上几步，轻蔑地瞥了混元宗众人一眼，说：“混元宗算什么？道友，给我一把仙剑，我天魔门保你平安。”紧接着，人群中传出一声长啸：“混元宗、天魔门都是小丑，这2把仙剑，我天地派志在必得。”一道人影冲出，向王陵冲去。这一动，近100修士都冲了过来。王陵眉头一皱，当前一人已临近，是个灰发老者，目光志在必得，修为化神中期。老者冲来瞬间，王陵目光一闪，知道自己不能退，一旦退后就完了。他神色从容，右手一点，生死意境降临。灰发老者目光一凝，对方一指无灵力波动，却有奇异意境。老者不屑，化神初期意境也敢在我面前卖弄？他不停反加速，知道意境攻击凶险，但觉得对方化神初期意境攻击自己化神中期是蚍蜉撼树。老者狞笑，元神意境一动，想磨灭王陵的意境。王陵平静地道：“何为生？”他想到4派联盟化神修士血染血域一幕。灰衣老者面色大变，察觉意境诡异，自己意境无法阻止，瞬间心神融入天道轮回。他惊骇回退，未退几步就嘴角流血，盘膝打坐。王陵身后出现灰色光环，散开灰翳，形成巨大黑白图画，虽模糊，却让4周修士止步震惊。他们议论纷纷，有认出是轮回生死轴的。黑白图画，黑代表死，白代表生。王陵在图画前有轮回天道感，他望向灰衣老者，又道：“何为死？”老者身后闪现虚影，2个白发老人和矮望跪地的中年男子，是老者年轻时，意境是笑，但虚影崩溃，黑白画面取代。老者身体一颤，睁眼喷血，萎靡下来，双目暗淡，意境破，道心磨灭，修为跌落。王陵轻叹，向前一踏，食指点老者眉心，砰的一声，老者头颅炸开，身子倒下。王陵说道：“我修为化神初期，但意境刚才达化神中期，生死意境到第2层次，化神后期红蝶我都敢战，何况你？”他眼中露其一光，四周一看，4周人沉默，但贪色未消，觉得王陵意境虽强，但只一人必死无疑。王陵平静地说：“你还不出现吗？”王陵话音刚落，天空突然响起轰隆声，一个巨大的紫色棺材从天而降，砸在王陵身前不远处，掀起气浪，4周修士纷纷退避，露出惊恐之色。棺材上坐着一个老者，目光复杂地盯着王陵，问：“你知道我在这里？”王陵平静回答：“当然知道，一路你都跟着呢。”老者轻哼一声，4周修士中有人认出这是狮鹰宗，面色大变，失声喊出：“狮鹰宗！”老者眉头一皱，不耐烦地挥挥手，把身前2个修士打飞。4周修士惊呼应变，纷纷退后。老者盯着王陵，咧嘴笑道：“小家伙，咱们做个买卖，我帮你杀这些人，你给我1000年自由。这1000年我不找你，
你也别捏碎我元神，怎么样？”王林笑道：“1000年太长，我若1000年之内死了呢？”老者一怔，意识到自己上当了。如果周易没活1000年，他岂不是要舍弃元神？他愤怒地瞪王林一眼，冲向四周修士，开始一场屠杀。赤虎呆呆看着，心神大震。王林神色如常，静静看着四周。许久后，老者回来，身上杀气浓重，眼更红，盯着王林许久，甩出一枚玉简，说道：“1000年之内，我为你出手一次，你好好活着。”说完，带着棺材腾空消失。王林沉默片刻，拿出罗盘，让赤虎上来，说回朱雀星。赤虎飞到罗盘上，想说些什么，却说不出口。刚才赤虎在危机时刻退后，让两人交情变得生疏。王林不再说话，操控罗盘进入虚无，向漩涡方位疾驰。许久后，赤虎低声说道：“谢谢。”王林微笑点头。赤虎发誓不会说今天的事。时间慢慢过去，他们终于来到漩涡处。平台上有修士在议论仙剑之事。王林和赤虎来到平台上，相互抱拳告别。王林开启回顶，踏入漩涡消失。而在朱雀星，最近发生不少大事，最引人注目的是红蝶被人断去一臂。红蝶名气如虹，2年前他持于鼎进入仙界，5个月前在朱雀国朝一时突然出现，断臂后只说出曾牛这个名字便昏迷。这个名字立刻传遍朱雀星，成为最瞩目的新星。红蝶苏醒后说，曾牛是朱雀星曾氏家族的族人。曾氏家族查族谱，最后找到一个筑基期的曾牛，证明清白。朱雀国对此事未采取任何举措，曾牛成为年轻一代第一高手。赤虎回归后被问及曾牛之事，只说红蝶出手在先，曾牛无奈反抗。这句话传出后，曾牛声势大振。红蝶伤势好转后，发布声音说战斗未结束，等曾牛来找他。朱雀星，王林进入仙界之地，天空乌云密布，大雨连绵。这天，一老一少2人飞来，少女问老者曾牛可能达到的修为，老者分析可能是化神后期。话音刚落，前方天空雷电增多，出现一个巨大漩涡，漩涡中闪电疯狂涌现，老者面色大变，一把抓住弟子疾驰后退，同时掐诀，从储物袋飞出八卦宝镜挡在身前，但宝镜瞬间皲裂崩溃。老者绝望，推少女让她快走，少女含泪欲言。这时闪电突然一顿，收缩成球体，电光球一闪，王林从中走出。老者和少女呆呆看着，说不出话。王林神色如常，环顾四周后，目光落在师徒2人身上，温和笑道：“道友，朱雀星最近可有大事？”老者谨慎恭敬地回答道：“有诸多事件。”少女则立刻提到曾牛。王林一怔，询问曾牛模样和是否被通缉。老者回答说：“朱雀国未通缉曾牛。”随后，王林扔给少女一瓶丹药，说对她结丹有好处，随后消失。天空雷电漩涡慢慢消散，雨水在降。老者深吸气，心神不定，觉得王林如天神般，自己随时可能烟消云散。少女好奇丹药，老者接过一看，面色大变，倒出一粒纹后，身体一震，迅速收好丹药，拉着少女匆匆离开。10多里外，少女忍不住询问，老者眼中兴奋，说丹药是碎地丹，对结丹修士效果奇强，3粒在水鲁国可引起杀劫。少女目瞪口呆。王林行走天地间，目标是修魔海附近的楚国，多年未回，大仇得报，仙界之行结束，该回家了。他内心暗道，若非回顶故障，早可回来，却被传送到荒无人烟星球。他抬头可见那星球像月亮般，但小很多。他深吸气，速度加快，化长虹疾驰。可惜在那星球只短暂停留，便被再次传送。那星球灵力有奇异波动，待他修为更深，定要上去探查。王林日夜不停赶路，无奈使用几次古传送阵缩减路程。星罗盘只有在虚无或星空中可用，在朱雀星无法开启。他想，若星罗盘修复可在朱雀星上使用，玉婴变期修士也能逃脱。他还疑惑朱雀国为何未对他发布通缉令，透着古怪。飞行中，他拿出草帽戴上，想回楚国后研究草帽阵禁制，用大罗剑宗弟子宝剑完善进番，可惜只得到3把宝剑。王林苦笑，他要做的事太多，闭关修炼达化神中期，寻找修复星罗盘材料，研究草帽，完善进番，还有古神之地的拓森，不知修炼到何种程度。他要在拓森走出古神之地前拥有自保实力。想到拓森，他想起天运子，不知天运子是否发觉他在旁边。大罗剑宗青山老者修为太强，不知是否问鼎修士。听他话里意思，修为似比天运子差些。那天运子前辈又是何等修为？此次仙界之行收获丰富，但仙域宝塔内女尸是麻烦。周易前辈交代之事不能反悔，不知周易前辈追青山老者结果如何？与之仙剑等回楚国后，定要看看能否从宝塔内取出。王林深吸气，身子一顿落下，前方有古传送阵，他拿出极品灵石开启，身影消失。100万里外出现，摸储物袋，内心暗道极品灵石不多，这次搜刮储物袋有些极品灵石，分给赤虎后不足20块，要省着用，日后有其他用处。王林没停留，挪移继续赶路。
1月后，他站在另一座古传送阵外，摸储物袋，正要拿极品灵石，内心一动，神识扫四周无人后，谨慎拿出仙玉。他想仙玉品质比极品灵石高，不知能否开启古传送阵。沉默少许，把仙玉放阵法中。仙玉放入瞬间，阵法闪烁光亮，轰然一震，四周出现军列。同时，虚幻画面出现，有8个光点，其中一个闪烁光环。王林神情一怔，眼看阵法军列严重，来不及细想，点其中一个光点，轰的一声，阵法崩溃。仙玉弹起被王林抓手中，他身子被奇异力量包裹，眨眼消失。此处古传送阵，王林消失后，风一吹化，飞灰消散，只留浅浅痕迹。这次传送让王林有种通往星空隧道的感觉，不过很短暂。他出现在不知多少里外的古传送阵内，神识一扫，露出惊骇之色。此地距修魔海只差80万里，一次传送横渡数个古传送阵，最少1000万里。原本1个多月的路途眨眼度过，王林内心震惊。他低头看手中仙玉，颜色略发灰，仙气少了约1/10。回想刚才古传送阵的虚幻之影，王林突然明悟，这或许是古传送阵真正的用法。极品灵石只能开启最近传送阵点，仙玉则可开启所有阵点，多一个选择。不过一次传送耗费仙气1/10，王林自嘲一笑，向前飞去。在朱雀星，能用仙玉传送的人极少，只有朱雀国问顶老怪才会毫不心疼的使用。飞行中，王林摸了摸手腕上的驱兽圈，雷蛙因与红蝶一战受伤严重，处于濒死边缘，吸收灵力频率从几天一次变成数月一次。王林明白，若非自己持续输入灵力，雷蛙很难活命。他想不知婉儿能否治好雷蛙，此兽因他才有此劫难，他不能弃之不顾。这时手腕忽然传来轻微波动，似在回应。